本节目由拍视频超防抖、更稳更清晰的 OPPO Reno2 冠名播出。案情高能到手抖，稳定拍摄靠 Reno。本节目由拍视频超防抖的 OPPO Reno2 独家冠名播出。抖音越玩越嗨，办案脑洞大开。本节目由记录美好生活的抖音 APP 赞助播出。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神探奥利奥真有一套。本节目由好吃好玩在一起的奥利奥赞助播出。有百事吗？有百事吗？有百事吗？本节目由美食搭档探案必备的百事可乐赞助播出。侦探办公室内机密文件被盗，探长组织大家挨个审问。昨天5点至5点半，你在干什么？要说全部吗？我听着音乐扫了个地，洗了衣服，压了杯果汁，顺便装了把椅子。你在逗我吗？怎么可能完成？不是，我用博士，仅用声控就能操控家电，全智能操控，在家里省心省时又省力，半个小时当然可以完成了。这么说，博士还真是先进啊！博士，科技成就生活之美。本节目一共6位明星玩家，在每期设置的游戏剧情中，分别有侦探、嫌疑人、真凶3种身份。真凶隐藏在嫌疑人之中，只有真凶可以说谎，只有找到真凶，玩家才获胜。游戏设置侦探酬金，每期抽取角色卡时，每位玩家将获得1根金条。如果真凶逃脱，则真凶获胜，其余玩家将所有金条交给真凶。如果抓住真凶，则投票正确的玩家保留金条。侦探若2次都投对，则可额外获得1根金条，其余玩家需归还金条。豪华游轮上又出现了第2起命案。中午12点，我们发现了一位不知身份也看不清面容的黑衣人死在了新乐园里。这是他换的衣服，这就肯定证明我们看到跑的那个黑衣人不是躺在那儿的那个。我们找到了黑衣人的密室，他是一个偷窥者，这里面有全部我们的照片。我们参赛年份是不一样的，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有没有可能在这个船上时间是混乱？首先他说快点派人来救我们，他比昨天多了一个门。为什么在你的房间会有一封密封的信？这是我的叔叔写给我的信，这个是我爷爷给我爸爸的，这是我爸爸的爸爸写给我爸爸的信。这封信只有活着的人才能拿到。你英年早逝了，我活着了。昨天那个打暗号的人是黑衣人吗？我们去控制中心。我有种不好的预感，我们可能会被关起来。能出得来吗？咱们走吧。我们走。你们慢慢玩。什么东西？我天！什么？真的假的？死了！哎呀！这个真的好可怕。口袋里有东西。这有东西，朋友们。什么东西？他是萨萨，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是萨金刚。身体十分虚弱，可能活不过这2天。啊？多吃点，以后吃不着了。等于这是我的爷爷，对不对？这是你爷爷。啊，这是我爸。
是不是他也是穿越过来？不，他口袋里还有这样一个东西，你看啊，鼓浪屿号的传说，若出现照片中有照片的状况，时空将多重折叠，所有照片中的人将跌进最底层的照片世界，一辈子不长，不要活在回忆里。什么叫折叠到最底层？就是折叠到最底层，这个底层指的是最长辈的那一层，还是最晚辈的那一层？不是，就是应该是最照片的照片的照片的照片，所以是最长辈的那一层。那也就是说，你是这个穿越的始作俑者，不是你，是未来的你。但不对呀，我是应该金刚之身呢。怎么叫身体非常虚弱呢？这个体型年纪了，不对，这个体型完全不对啊。岁数大了，抽了，肯定啊。你说的意思是缩水了是吧？抽吧了，就洗要了，补水了，搬出来。爷啊不爷，大哥啊，你自己搬撒。哎呦我天！哎呀！哎呀，搜自己真的很不习惯。这种布还有哪儿有见过吗？你看这2-2-2，肯定还有2-1。它最后完全拼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那个就应该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传说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传说就是跟照片有关系的。我是觉得，那我们最有可能的可能是在最早的，就谁年纪最大这种。就目前谁的哪一个人拿的那个照片是最早？是你，就是当然我报的那个照片是你们兄弟俩，所以我们现在折叠到你们兄弟俩这个空间了吗？对，但我们兄弟俩的这个时间点也是在 MG93年以后，因为在之前我们没相认。所以现在就是最底层的空间 ，MG93年，我们到了93年，对。但它又是怎么来的呢？那个照片是通道，明白吗？没有讲这个折叠是怎么触发的。这不知道是什么。哦，这个是不是能控制那个闪？它不是，它这里是房门控制系统。如按钮遭破坏，则相应的房门关闭后无法再开启，直到按钮修护。这个门，12楼的 SPA 馆1到4号房是被毁坏过的。牛奶为什么加牛奶呢？是因为扭一扭晃一晃吗？对，这里是因为我跟我的儿子小的时候一起吃奥利奥的时候，发明了一种特殊的吃法，用这个黑白代替钢琴的键。我们发明了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的钢琴曲。哎，我突然想起来，我昨天不是假扮真，戴着那个假发，我当时吃奥利奥的方式，和你那个摞在一块的奥利奥，是咱们小的时候用这个奥利奥代替钢琴的黑白键。摞在一块的奥利奥，何船长的房间也有，都有特殊吃法的奥利奥。原来你们是爱吃奥利奥的一家人。有一个那啥，这儿有一个本子，但是里面是有被撕掉的。那能不能踏出来呢？有没有印子可以踏出来的？对，拿铅笔。它如果是这一页的话，应该是从这上面往下写，那就在这儿踏踏实实。有吗？有。今天所有人在光底下呢，光底下这层也有。对，那就是2篇。
你来。周围两个人在那，我自己换角度。等一下，我试一下，再给它加一个光。如果另一个我要死吗？另一个我要替代我，才关了我。今天是最后期限，我只能杀了他。老头找了本就知道鼓浪屿传说的亲人帮我，有联络工具等亲人联系。所以第2页是同样的，是吗？不对，第2页是什么？鼓浪屿传说是真的，黑衣人过度思念，陷入执念。今天是最后一天，有联络工具，尽快联系那个被他替代的人，杀了他。啥意思啊？我觉得最简单的办法，我们用 A、B、C 来替代 ，A 就是我 ，A 就是我，这样我们能列出有几个傻 A， 这是傻 B， 傻逼，能不叫傻逼吗？咱们现在把写字儿的人定为 A， 就写这个条子的人定为 A。第一句是另一个我要替代我才 A 关了我。一撇是另一个我，而关了我。A 一撇把 A 关起来，然后呢？今天是最后期限，我只能杀了他。A 要杀掉 A 一撇。老头儿，我们说 B， 老头儿找了本就知道传说的亲人来帮我。亲人就是我们就说 C 吧，好不好？一堆亲人。B 找 C， 有联络工具。A 一撇把 A 关起来了，所以 A 要杀掉 A 一撇。然后 B 找了 C 来帮 A 有联络工具。好，第2章，传说是真的，黑衣人，顿号。黑衣人我们就先说是 D 吧。过度思念，顿号。陷入执念，顿号。今天是最后一天，顿号。有联络工具，顿号。尽快联系那个被他替代的人。被他替代的人。等一下，第一个是另一个人要替代我才关了我，说明有人被关了，他替代已经完成了，是被关的这个人跳出去反杀了。实际上是 A 撇替代了 A 撇已经替代了 A 了。对，所以现在说找到那个被他替代的人，但是 A 已经出来了，这个纸是 A 写的呀 ，A 来到这儿了。他不是救我，他是说的自己在哪，被困在哪儿。摩斯密码谁发现的？在那个黑人的兜里。我懂了，这个人应该是通过摩斯密码才能找到这儿嘛，对不对？控制中心，他不然他怎么知道到这个老头在这儿呢？对不对？所以有人在我们破译摩斯密码之前，他已经知道这个摩斯密码指向这里，他提前来过了，来过之后把那2张纸撕走了，然后把老头藏到了柜子里。怎么感觉这2张纸不是同一个立场呢？不是同一个人吗？怎么说？就是一个是落款落在杀了他，然后另外一个人是替代我才关了。你认为这一篇是不是他知道传说的亲人？就是这个是不是 C 写的？这是 C 写的。第一句话，传说是真的，表露他的身份就是他以前是知道传说，但他来了以后发现，原来这个传说是真的，所以他写下了这第一句。这个身份表明他应该不是之前这个写这一篇，有道理，应该是2个人写。
老头找了本就知道鼓浪屿传说的亲人来帮忙。我们这当中谁本来就知道这个传说？你知道吧？我不知道。你的爸爸跟你说过有鼓浪屿这个传说。你对，另一个你知道。你临死前说你10年前知道的，你23岁的时候知道。所以你是从我这儿得知的，对吗？这个传说到底是什么？我真的觉得我们还拼不起来，还得要去找。他这么明确的指向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那个 SPA 房看一下，12楼的 SPA 房，去看一看。我建议大家都拿点工具，拿俩哑铃什么的，万一不行就砸过去。SPA 房站位开放，谁敢？是开的，是开的。嗯。1到4号房往里走。好舒服啊，这个地方真的。我建议我们泡在 SPA 里面来讨论这个案情，是不是更好一点？哦，真的有1到4号房。幼稚鬼，咋办呢？哎，这里有一个药叫安心睡睡药，服用后陷入时睡时醒的混沌状态。就这个人被关在里面，就是一直被吃这个药。嗯。这个门上面有照片呢。救命啊！哎，有！救命啊！我听到一个什么声音？完了！救命啊！救命啊！完了！你出去了。哎，哇！25岁萨金刚。我是25岁上过一次船吗？23岁啪啪啦。这是一家3口在里面哭。你出去了。救命啊！救我！是不是救我？哎呀，不行了，太冷了！快点派人来救我们！这就你俩发出的那个声音。哎呀，不行了，太冷了！快点派人来救我们！我是猫，都是在求救吧？全都在求救，都在求救。那这里边应该意思就是他们在里面，他们俩在里边。现在是24岁的张二富和22岁的景邦，你们被困在这里。他们当时有老照片。对。哎，可是为什么我们俩报的是那个10月10号的那张合影啊？但我们兄弟俩的这个时间点也是在 MG 93年以后，因为在之前我们没相认，所以现在就是最底层空间 MG 93年。哦，可能是你们在这一年相认的。93年的10月10号，就是你来这，你才又回到哥哥嘛，才你们俩才相遇，然后又相认嘛。哦，然后可能又在过了2年之后又来，2年后是吧？又来了。然后这个是我们之前看到那张照片了。对，大合影。这张才是真正的底层照片。但是他这张现在是对的，就是我们俩在登船抱着93年，这张是对的，这张照片没毛病，是原始的版本。还得要去找，搜吧，兄弟们。
来，这边有个这个东西，什么东西？莎莎，莎莎，哎呦我的妈！干嘛？对不起。11月8号19点45分，帮你的亲人，我是帮你的亲人，在吗？被取代的人，我是被黑衣人取代的人，终于等到你。黑衣人现在伪装成我和亲人们在一起急，这就应该是所谓的那个联络工具，对不对？帮你的亲人，还好你没放弃，他戒备心很强，你不方便露面，只能我去替代另一个自己来帮你了。这是个对话是吗？对，是个对话对记录。C 说：“我已替代成功。今晚12点，7楼船长酒廊有个庆功酒会，我可迷晕所有人，包括他。你再将他带走杀掉。明天10点大家才会醒来，你一定要在这之前杀掉他，然后伪装成他和大家一起醒来。”C 说：“只要你伪装成黑衣人从大家面前跑过，然后让大家看到尸体，大家就认为你是刚跑进去自杀的。”11点45，何会去7楼免税店试鞋，张会去8楼新旅茶咖泡脚，景会去8楼甲板游泳。12点00分，正好也是我们3个散场的时间。C 是我们3个人，你们3个。C 是你们3个，你在12点从另外3个人面前跑过，然后进入到电影院旁边的新乐园，这样就可以保证有人看到你跑进去自杀了，你再从新乐园的暗门离开，回到你该去的地方，找机会混入到我们中间。A 说，如果别人看到他和我长得一样，肯定也会引起恐慌，我还必须给他戴上取不下来的黑色面罩，一切就绪了。我今晚等你们昏迷后就行动。被取代人又说了一句：“被取代的人说，你刚刚照片上的动作是什么意思？你刚刚就是对你刚刚，什么叫你？他们是通过这个来联系的交流，对不对？就像一个通话记录一样。12点也是我们3个散场的时间，找机会混入到我们中间。这个意思就是之前我们3个是没有嫌疑的，但是现在有一个同伙。”就是2个人作案，就是你们3个中有1个人，我们3个人中有1个人，就这俩人联手杀的这个。而且我们这3个人当中有1个人是过来帮忙，然后另外有1个人，你们3个当中有1个人是动了手，然后还假装成黑衣人从我们面前跑过，所以应该是我们2拨人各有1个人，然后你们组成一个联盟，对，来做的案。哎，这个钥匙啊，图书馆钥匙，就是那个打不开手表是吧？就在图书馆在我们新乐园那边，走吧。这边，就是你们拆了这个门。对，哇，你们怎么发现的？好厉害！干嘛？这个钥匙，这个钥匙里面有这个钥匙，这个表是什么意思？我们发现他是一个偷窥者，黑衣人一直在暗中观察我们的身份。这个空间是黑衣人的 MG164、159、164。黑衣人是5年之后来的，你那个年代来的。对，老头的那个年代。你是黑衣人啊？你看笑了，你什么诡异？他笑了，他很诡异的笑了。讨厌。还有哪个地方有钥匙？这个钥匙肯定是有用的呀。这不是，这捅都捅不进去。这个嘞？啊？这个还有一个。塞不进去。
你找东西看，是不是他呢？这个吗？哦，上半张在这儿。来，妈妈。我想活在回忆里，因为那时我有你。登上鼓浪屿号，打开时空之门，将回到怀念的时光和怀念的人身边。这并不是一艘普通的游轮，因为这里的照相馆拥有穿越时光的神奇能力。只要在这里拍照时，拿着心中所怀念人的照片，你就能穿越到那张照片的世界里，和你怀念的人重逢。一定要用防抖的 OPPO Reno 2拍照，否则不能穿越。2，在照片世界死去的人可回到真实世界，如果在照片世界里停留超过30天，就会永远留在照片世界里，真实世界的人将消失。今天是最后期限，我只能杀了他。所以这就是最后一天嘛，就是这个意思。30天，我们是10月10号上的船是吗？对，今天是9号了。今天9号。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没有被杀死的话，他就会永远留在这儿。而且真实世界里的他会消失。现在有一个问题是，这个钥匙在哪里？搜吧，兄弟们！哎，这个，哈哈，爱你，棒呆。哇哇！是什么？20岁和船长和副船。画叉叉的是啥意思？这个门上面有照片呢。25岁萨金刚，23岁啪啪拉。就是被关起来的意思吧？对，应该就是。哦，对对对，那个门上贴着呢嘛。对。哎，后面有。它后面都有字儿，这些。你这张后面也有字儿。对不起，我太想他了，只能取代你。我太想他了，是女字旁。我的后面写的是，你知道那件事儿不行。没必要留双份的我们。没必要留双份的我们，那就我们不就是这个策划者吗？没必要留2份的我们，对不起，我太想他了，只能取代你。你看这个，没必要留双份的我们，他说是我们，也就是说，就1加3，就肯定是这3个人里的一个人。等一下啊，我太想他了，只能取代你。然后我太想他了，只能取代你。这照片里只有2个人，那这只有可能是何说出，何说出的这句话。在何船长脸上打的叉，所以现在这个何船长是被取代的。怎么解释？写给儿子小何，
你好，我是你最陌生的亲人，一个不称职的父亲。在生命的尽头回想我这一生最难忘的瞬间，居然不是比赛拿到第1的那些高光时刻，而是我22岁第一次见到你的那一刻。那么小，那么脆弱。我有儿子了，我成为父亲了，这让我又惊喜又害怕。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好儿子，父亲的期待，我耗尽毕生也未能实现。父亲失望的眼神令我害怕，我连儿子都当不好，我怎么可能当一个好的父亲？当你1岁开口开始叫我父亲时，我第一反应居然是逃避，因为我深深的知道，父亲的梦想对儿子的影响总会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我们的生活。我害怕你的人生也如同我一样，因为父亲而不快乐。我借着比赛的理由逃避，这一逃就是11年。拿着我们一家人唯一的合影，我想如果我没有逃避，去积极面对的话，去接受自己的心结，去和你说说我和我父亲的故事，是不是结果会不一样？会不会我们会有机会一起谈起我父亲给我的那首 Father and Son？ 我的儿子，最后我想对你道歉，我不是一个好父亲。如果有一天你成为父亲，记得把取给他，也记得要说爱他。最后一个和解的信，但这封信可怕的是都没有被打开过，儿子都没有看，都没有看过。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是没有父亲的陪伴，为什么我的成长你从来不参与？为什么你对我就是如此的，就是不关心不在乎？我爱你。所以谁是那个有执念的人呢？这个黑衣人可能指的就是我们内心，我们所有人内心的那个执念。但他当然在案件里一定是有一个具体指代的。关键这个谁替代谁，我们搞清楚了吗，朋友们？搜吧，兄弟们！等会儿，这还有一个东西。我天，这是个邮箱吗？这个怎么有这么多信在那个夹缝里？妈，这是死亡证明，谁的？资证明钢琴岛帕帕拉女于 MG164年10月2日离世。那我就是5年后死。对。明信片。明信片。好。这样没出现。背后有字儿，背后好多字儿，背后好多字儿。儿子，听说在星星岛许愿就能梦想成真。如果我早早的去过这里，我一定会许下希望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的心愿。爷爷居然跟着我来到了照片世界，他好像做了什么，想要让我回到现实世界。妈妈，没有人能阻止我跟你生活在一起。164年11月8号。听说这里的海格外美丽，好久不见了，儿子，你会带妈妈去吗？妈妈，看到这片海了吗？这里天空很蓝，海水很清，我很想你。你离开后，我就只剩我自己了。我不知道生活的意义还剩什么。对不起，这5年都没有能够再带你旅行，你会怪我吗？164年10月1号，儿子，这是我与你爸爸第一次相遇的地方，也是你这5年离开我工作的地方。妈妈好想你。妈妈，我想起了那个传说，我多想再次见到你，弥补这5年因为工作很少跟你见面的遗憾。只要这个传说是真的，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只要这个传说是真的，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这个有一个人看见了。我的妈！在这个位置，有一个人，这是白头发的萨，是萨，爷爷是萨，是爷爷。我跟着他来到了照片世界。对，我想把你带回到现实世界去，我怕你在这儿。他怕他在这儿执念太深，就留在这儿，30天之后他就出不去了。对，现实生活中的他就被永远被困在这个照片里。现在这船上有3个何船长。25岁的他穿越过来了，买1送2嘛。小时候的他现在在25岁、1岁和20岁。这个小孩现在在那个屋子里面，然后这个跟这个现在坐在这儿的是哪个？应该是这个。不对，现在坐在这儿的应该是这个吧？就如果 A 和 C 的计划成功的话，这个人已经死了。他想取代他，对，所以把他关了。但是被他发现了，所以把他关在SPA房的4号房。但是现在那个房间我们去了没人。第一个是另一个人要替代我才关了我，说明有人被关了，他替代已经完成了，是被关的这个人跳出去反杀了。所以这个人是已经跑出来的。跑出来了。根据我们刚才说的，他就是 A。现在坐在这里应该是 A。如果他们计划成功了的话。首先，我们就梳理一下，就是大家是怎么样通过一层一层一层的照片来到了 MG93年的鼓浪屿号。咱们来在这儿画个图吧，因为这是第一章。首先，咱们确定整个这个美丽传说的动机就是由25岁的何船长所引发的。他的动机是因为思念母亲，所以他找到这张照片，想回到他20岁的时候跟母亲登船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69岁的萨在后面偷看。所以就跟着何一起回到了20岁的何的这个世界。他主要是为了见到42岁的他，但是因为42岁的他又抱了一张他们小的时候一家3口的合影。这个是1岁的何、23岁的他和23岁的白，他们拿到了一张18岁的白的一个登船图影。18岁白手里抱着一张照片，是25的萨。25的萨手里边有一张18岁的萨，24岁的张二富和22岁的景邦叠到了93年。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那这个往下掉是指只有何这一个人往下掉，还是他传说里面提到？如果出现照片中有照片的状况，时空多重重叠，所有照片中的人都将跌进最底层的照片世界。也就是说，这是初始的照片，这里边的25岁何和69岁的萨想回到的是这个世界，但是因为这里面有别的照片存在，所以这2个人物就随着所有的人物一路跌到了最底层。所以我的疑问是，如果有2张我的照片，那是不是25岁的我和18岁的我全都跌到最底层？是，连同69岁的我。对。所以现在这里面有3个我。对，在这个船上。对。你们好。已经挂掉了一个。你难道没看见吗？一个是躺在那柜子里面，对不对？一个在这儿，还有一个在那屋里。我还有一个疑问，之前我们在报这些照片照相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已经跌落了？所以每跌落一次，这个世界就有一个我们。然后等他再照的时候，我们噗又跌落一次。所以我们到底有多少个我们在这里面？不，对不起，所有这些人都不会跌落。为什么？因为只有 OPPO Reno 2拍才可以，只有这张照片最清晰的是用 OPPO Reno 2拍的。是的，有道理。但你怎么知道我这个不是用 Reno 2拍的呢？因为你25岁的时候并没有 OPPO Reno 2，
今年的新机，回去吧，宝贝。哇，这个绝了，这个绝了！所以这个传说只有在今年才实现了。我们一直在等待的就是 OPPO Reno 2。就是这个传说传了这么多年，大家都在翘首期待 OPPO Reno 2的问世。我们的家族幸运呐！啊，现在这个理解清楚了。以下我列的所有人物，就是跌到最底层，就是我们这个现在的这艘船上的所有人。就刚才萨说有3个萨，有69萨、25萨和18萨。和有3个，25岁的和、20岁的和和1岁的和。妈妈也有2个，对不对？那现在这坐着一个，然后屋里面关一个。然后白白也有2个，一个关在那儿了，一个现在坐在这儿。所以其实你看啊，25的和跟20岁的和，其中之一是死掉的那个黑衣人，他不可能是1岁嘛？对。萨也是69岁的萨死掉了，所以你要么是18岁的，要么是25岁的。我们所有人都会是这2者之一。现在大家已经知道是我把我杀了，对吧？那就投票吧。那投票今天的难点就在于你要投是20岁的我杀了25岁的我，还是25岁的我杀了20岁的我？请投票。哎，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帮凶吗？如果是20岁杀了25，就是有一个帮凶，你要投2个人。如果是25把20的杀了，就投25岁的和就行了。因为最初的计划就是20岁的和跟一个他的亲人联手要杀掉25岁的和，为了送他回去。我来写啊 ，A 是20和，B 是拜托 C 来帮助和的这个人。他们要杀掉的是 A 撇儿，就是25岁的和。现在就有这2组关系。如果你认为是20岁的和杀掉了25岁的和，你就要把这一组关系找清楚。但如果你是认为25岁的和反杀了20岁的和，你就投这个就行。我们把2种情况都梳理一遍，不就完了吗？我先说一下那个帮你的亲人的那个故事。因为 A、C 联手干掉 A 撇，就是说明那个里边的计划实现了，实现了。那个帮你的亲人，他在说到这个计划的时候，有明确的提到说，另外3个人指的是我、景和和，他有明确的语言提到，就是可以排除掉的这3个人，因为他们的交流里边记录写了说，等我们3个看完电影，然后怎么着，所以接头的人一定是咱们3个中间一位。因为其他人没看电影，这个 C 只能是白萨趴，但是白下面他现在在活着的有18和232种可能，萨有18和252种可能，趴有42和23。但是我觉得要这么画的话，趴这儿就不太可能，因为他不知道拍照能够穿越的这个事儿，他是边开信才知道这个事儿了。我们现在这些人里面到底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传说？我们没有，我们俩没有。他们2个最底层的2个人应该是不知道。25岁的我是知道这个传说的，但我并不知道。现在这个我是18岁的我，知道的只有23岁的我，还有25岁的萨，18岁的萨也不知道，因为他是第2次来确认这个事儿。对，如果是这条线的话，18岁的我跟18岁的萨，我俩都不知道这个事儿，我俩没法帮他。对。所以就是，除非我们2个身份也是假的。我非常明确的告诉各位，这一个现在还被关着呢，25岁的。我们2个有人是不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身份？我是没有撒谎，我完全不知道这个故事。我再判断一下，被关起来的萨和被关起来的白当中，有人被69岁的萨放出来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上一案我们在集中讨论的时候有摩斯密码的出现。这个密码不是给我们在座的人的，是给他释放出来的那个人。他从 SPA 房出来之后，通过摩斯密码，因为是全船的灯光都可以指示，于是他去到了控制中心，找到了这个线索，知道了我要去帮助20岁的和，去杀掉25岁的和。那么这里面就有2个条件，就是关于这个帮忙的亲人就有2个条件。第一，他是被69岁的萨定点释放出来的。
他放别人没用，他特定他放一个认为他能帮到20岁和的人，他不会全部打开，因为到时候他还得一个一个的关回去那么一个老人家。所以这3个人里边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他放出来这个人，他得知道传说的内容，能快速的理解现在的局面。就如果说坐在这儿的是20岁的和，然后死掉的是25岁的和的话，等于我们是在照片世界里面杀掉了穿越过来25岁的和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就有2个凶手 ，A 跟 C 都是凶手 ，A 跟 C 都是可以撒谎的。现在也有可能是他们俩其中之一在装不知道。如果他们俩真的都什么都不知道的话，那么我们就锁定这个是25岁的和。再把最后这个可能性写出来。选项 A，25岁和把20岁人杀了，然后 B，20岁的和加23的白。C 是20岁的和加25岁的萨。其实基本就3个选项，其实基本是2个选项，25的萨都可以不用考虑。此刻坐在这儿的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事儿。那你要是这么说，我觉得69岁的萨最有可能找的就是25岁的萨，因为他对自己足够的了解。哦，对，因为那个摩斯密码。如果69岁的萨发出信号，向这个被关注的人发出求救，那至少这些人得懂那个摩斯密码，要不然我们看不懂，不可能知道去哪儿找他。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23岁我拖家带口3口人遇见这种特别危险的情况，我看到一个求救的密码，我觉得我再怎么选择也会选择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而不是选择去帮助另一个人。我可以非常诚恳地告诉各位，我到现在为止压根儿不知道穿越呀什么什么，自己抱着照片什么的。坐在这儿的是18岁的我。如果你能确认，你完全不知道这个事儿。我要这么说，我当然能确认。所以我认为 A 是最可能的。我会选 B， 因为我觉得听了这个故事，我就是希望25岁的和可以放下对母亲的这个思念，可以给自己画一个句号。那你为什么不选 C 呢 ？B 跟 C 的结局是一样的。因为我更在乎他的爸爸怎么想。我现在啊，最让我觉得奇怪的就是最后那句话：你在照片里的动作是什么意思？我明白了，这个时候被取代的人已经成了25岁的和。帮你的亲人一定做了一个他之前跟20岁的和约好过的动作，但是只不过在这个时间，人已经被替换了。25岁的和并不知道他们之前约好的这个动作，所以突然问了一句：“哎，你刚才那动作什么意思？”这句话其实暴露了说，那个时候跟他对话的已经不是20岁的和了。你说的那个有一种可能，他发现了20岁的和有这么一个计划，他利用这个计划将计就计，伪装成20岁的和杀的样子，第2天考出罪。投票吧。何老师不必说了，他肯定是凶手，只是区别在于他是几岁的凶手而已，在白与萨之间选择。那现在问题就是，69岁的萨会找谁来帮20岁的和？他要找的这个人应该符合这样几个特点：一个是这个人需要知道那个传说，一个是白，一个是萨，还有一个要满足的条件是这个人需要知道摩斯密码。所以我的选择做好了。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直面现实，面对自己。我的选择是，我能做的就只能是把我的票投给有一种不想的预感。这个台子2个人站得下吧？你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我只能是试一试，替别人试一试。对，这么对立吗？现在这样，把态度表得这么明显了，也站不了啊。请宣布，《明星大侦探》第5季第1案，海上钢琴师夏主
究竟谁是杀死黑衣人的真凶呢？接下来公布投票结果。哎，不是有这个环节吗？哦，对，哪个环节？站出来的环节。现在公布获得0票的玩家。获得0票的是张二富、景邦。说对了，这就往后退一步。哦，啪啪啦！恭喜3位，嫌疑暂时解除。在接下来的3位中，谁或者说谁们就是真凶呢？首先，景邦的投票结果。我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是因为我很理解何在这个故事当中对于母亲的这种执念跟情感，但是我还是希望回归到现实。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直面现实，面对自己。所以，是20岁的何和23岁的白。我被催眠了。算，气得都控制一下。接下来，啪啪啦的投票结果。还有一个要满足的条件是，这个人需要知道摩斯密码，因为69岁的萨他在 Control Center 里面发出了摩斯密码的信号。摩斯密码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是在前一案里，当灯光突然之间忽明忽暗的时候，有一个人对摩斯密码非常的敏感。他是不是摩尔斯密码？他马上就对这个灯光产生了反应，那说明他肯定是知道摩斯密码的。萨自己知道，何是知道的，然后另外一个萨应该也是知道的，所以我的选择做好了，就是你啦。是20岁的何和25岁的萨。啪啪啦，要打我吗？不，待会儿现实会打你。张二富的投票结果。首先从，单人关监这一点来说，白是跟趴他们关在同一间牢房里面的，我想不通他们怎么出来又进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出来帮助人的亲人一定是还是住在单间的一个萨。其实萨老师今天的玩法就搞一些混淆视听的东西。我投给25岁的萨。是20岁的何和25岁的萨。我就差2分钟，告诉你为什么。你们俩最重要的一票投错了。接下来，何的投票结果。所以我的选择是25岁的我。是25岁的何。完了。萨的投票结果。我注意到了最后那句话，那个被替代的人问了一句：“你刚才那个动作什么意思？”后来我突然想起来，去帮他的那个人一定是白，白是何的父亲。20岁的何从来没有见过白，不知道白是自己的父亲，但是白那个时候已经知道他要去帮忙的是自己的儿子。最后，在他们商量完所有的计划之后，白可能是做了。我估计啊，类似像一个，这个，就爸爸爱你，或者是爸爸爱你，类似像这么的一个动作。但是因为20岁的何并不知道这个来帮自己的亲人是自己的父亲，所以他一个从来没有得到过父亲的爱的人，他问了一句：“你这动作什么意思呢？”所以最后一定帮他的人就是白。
他们成功的完成了他们的任务。现在25岁的何已经回到了现实世界，希望他能够接受母亲去世的这样一个事实，勇敢的、坚强的走完自己的人生道路。是20岁的何和23岁的白。2比2比1，完了。现在还剩最后一票，白普的投票结果有可能是平局，2比2比2。请白普宣布自己的投票结果。啊，这么残忍啊！说吧，儿子。你投的他。我能做的就只能是把我的票投给我唯一的竞争对手，25岁的萨加20岁的何。这样他俩就逃脱了。现在我们将何船长、萨金刚关进笼子。来，孙子，来，爷爷陪着你。今天这一案，无论有几个凶手，他都不能把他们完全确认。我能自己确认吗？你反正也要公布结果嘛。你这样，先给我2分钟，我把刚才我们在这儿就差的那2分钟我说出来。因为何全程没有跟我相认，所以他只有一个选项，因为他不确定自己的对手是谁。最稳妥的就是投给25岁的自己。Papi 的态度也是指向了萨。对，因为那个摩斯密码。警方的态度，他有可能会选择我，以我对他的了解。若云通过他理性的判断，他也会更相信20岁的何加25岁的萨这样的组合，因为我觉得刚才我的分析都完全没有错误。那我不能去促使是让25岁何这个选项成为最多的票数，然后只能去摆脱我的嫌疑，所以我的选择是20岁的何加25岁的萨。我把刚才我们在这儿就差的那2分钟我说出来，看看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我不是当时觉得他说你发那动作什么意思啊？他没明白。我说换了人了，结果他没反应。我说坏了，但是那会儿你们都走了。他如果觉得哎对呀，为什么我发了个动作他不明白，是不是换了人了？他一定会站出来说，他没说，就是因为他做了一个。作为儿子，在他这个年龄，他还没见过父亲做的手势啊，比如说这种，或者是这种。我猜的可能是这2个，他没见过，因为你知道这是儿子，但是他不知道这是爹，所以他问了一句：“你刚才那动作什么意思？”一个父子之间的和解的故事。我最难过的是，我的父亲做了这个动作之后，这是他第一次跟我说我爱你。我突然想明白这个，但是来不及了，你们都走了。但是你前面提出的那些东西太像，对，真的。所以我跟你讲，这是一个爷爷找了自己的儿子去救他的儿子的父子之间的一个和解的故事。这是5季以来我最想点赞的一个打这引号的谋杀，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拯救行动，它是一个救援行动。对，把25岁的他送回到现实世界，让他好好的面对现实，过好自己的人生，这是最好的结局。你是怎么出来的？就是那个1到4号门是同时都开起来啊，那别人你们所有人都可以选择出来或者在里面待着。大家都出来了，但是白是唯一一个懂得摩斯密码的人。为什么不是萨？其实
真正的故事里面，萨是很后来才知道了摩斯密码，交给了自己的儿子，也就是白。我是因为到船上工作，所以我也就知道了。那你们怎么把别人劝回去的？25岁的我又抓回去了。他做了很多事，他把大家抓回去，他把69岁已经自然死亡的萨塞到了柜子里面。与此同时，他还再次毁坏了1到4号4房的门。刚好咱们几个父子都在这儿。这不是一个关于和解的故事吗？这不是一个关于充满遗憾的故事吗？你已经做了这个了，对吧？我现在对你做一个。我的爹呢？来吧。哎，你大爷一起啊？我跟我爹。我呢？我代表赶回到现实世界的25岁的我，拥抱一下我的妈妈，因为她就是为了要永远的陪伴妈妈，放弃了真实世界自己当中真实的生活，她宁愿永远活在这个虚幻的世界。而且她为什么会回来，就是因为她不知道妈妈的生命只有5年。这5年的时间里面，她一直待在船上，没有陪伴妈妈，所以她为了弥补这5年的遗憾，愿意放弃自己后面几10年的人生，来拥抱妈妈。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人生，过好自己的人生是对爸爸和妈妈最大的安慰。好了，你又回来了，咱们爷孙俩。现在我宣布，各位检举失败。没关系，挺好的。祝贺我们的拯救行动成功！恭喜何和白，一人获得3根金条。哎呀，哎呀，这个时候还是单纯的开心的。爸爸，爸爸，爸爸投得好，谢谢，谢谢小普，小普今天也很棒。爷爷，我有就是你有。哎，好嘞，好吗？爷爷不在乎金条，爷爷在乎的是这个大家族父子之间都能够真正的和解。不要像那句话说的，世界上最遗憾的事是什么？父亲等儿子的一个感恩，儿子在等父亲的一个道歉。道歉，对，不要发生这种事。儿父，你请你对我尊重一点。爹，爹啊，你把儿子投进来了，开心不？我孙子跑了，孙子，你开心吗？哎，听着是一句好话，怎么这么别扭呢？我爸还让我给搞进去了。关键是儿媳妇投我那一票，我有点受不了。儿媳妇把公公投进去这一票，毕竟是2口子嘛。所以投对的是景，还有萨，对。那你为什么选择了白，没选择萨？就像这个结尾一样，希望爸爸跟儿子之间也有一个和解。我觉得这是我想看到的一个结局。所以有的时候用美好的愿望去祝福，也许最后的结局恰好就应验了，美好，挺好的。哎，为什么就我一个人站这儿了？好吧，对，这是第一次在里边还有金条呢，还有3根，难得我们这一次4世同堂。不如我们就用抖音越玩越嗨、办案脑洞大开的抖音 APP 记录这一刻美好的生活吧。可以的。那我俩都被关起来了，最后爷爷跟孙子在笼子里。来跟抖音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哦，请多多支持《明星大侦探》。我要分享到抖音上去，大家要记得给我点赞哦。这么短的吗？我们是无辜的。最后，作为这次连投票权利都没有的代理侦探，但是我手中还手握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那就是我最喜欢听他念了，念不清楚的。手机我帮你拿。案情高能到手抖，稳定拍摄靠 Reno。感谢拍视频超防抖的 OPPO Reno 2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抖音越玩越嗨，办案脑洞大开。感谢记录美好生活的抖音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神探奥利奥真有一套。感谢好吃好玩在一起的奥利奥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有百事吗？有百事吗？有百事吗？感谢美食绝配、探案必备的百事可乐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发现真相，发现更赞的自己。感谢科技成就生活之美的博士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一字不错，厉害。
最后让我们来说一下这一季的口号吧。明星大侦探，大白马来吧，真相。每个父亲或者每个儿子都会提到他跟长辈的这个故事，就掺杂了他对于当年对他父亲的一种理解，或者说他在认为他父亲对他的一种缺失之外，也会使父子之间不太容易去进行沟通跟表达。为了父亲的愿望，为了向父亲证明自己，孩子有没有自己选择梦想的权利？孩子喜欢的东西，家长不喜欢。父子之间有一个人认为对方该道歉，而另外一个人认为对方该怎么样。其实现实中很多这样的家庭也是存在的，父子之间缺乏一个有效的沟通。父子之间尽量的多沟通，去真正的表达自己心里内心的想法，把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父亲说一说，或者你先释放出你的柔软和你的理解。我相信作为一个家长的话，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这一生过得快乐自在。没有人能轻易地掌握到一个最优解，因为谁都是第一次当父亲，谁也是第一次当儿子。希望大家在现实生活中不要留下这样的遗憾，能弥补的时刻就赶紧去把它给弥补了。我还是希望能给现实世界里的人更多的鼓励。从今天开始就陪伴家人，理解家人，跟家人和解。也希望现实生活中的人不要用这种在梦境中、在照片中才能够去和解的方式，走好现实世界里自己这条人生的道路。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活过。只是现代的人好像都比较喜欢讲如果，大家好像都比较期待，觉得好像当时的选择选错了，或者是现在很多东西是容易后悔的，所以大家就会对遗憾这个词就有点害怕。其实我们很多人的遗憾会追随我们的一生，因为如果没有遗憾的话，你无法跟你很多的快乐、很多的美好做对比。我发现人有遗憾之后，你才有故事可以讲，你会发现自己感受到的所谓就叫成长吧。太宰治的《人间失格》里面有一句话，他说：“若能避开猛烈的欢喜，自然也不会有悲痛来袭。”没有任何人能够接受遗憾的，只能习惯遗憾。因为这个遗憾你是没有办法靠任何力量去改变它的，只能慢慢习惯。人生就是随时随地都会在充满遗憾。你读过很多道理，但仍然过不好这一生嘛，这是大部分人的常态。就是我弥补了这个遗憾，我还有下一个遗憾等着我。最大的方式可能也就去做一些能让自己充实起来的，或者你在每一天这样的充实和忙碌过程当中，你就没有心思，没有那么多机会去思考这些遗憾。跟父母的关系也是这个样子的，你当下人在失去的时候都会觉得啊，好难受，后悔自己没有珍惜。但其实你再隔一段时间再看，其实你会发现所有人都会离开的。不要觉得我好像回到过去，我就能改变成一个更好的结局。你现在的结局就已经是你爱你的人为你写下的最好结局了，还是过好我自己现在所选择的这个结局。上微博搜索“明星大侦探”话题词，一起边看边聊。感谢特别合作媒体微博台网、微博综艺、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号。独家深度合作媒体新浪娱乐、新浪新闻客户端。特别合作新闻客户端：界面新闻、一点资讯、Zucker 封面新闻。特别合作 WiFi 万年钥匙、讯飞输入法、亲宝宝、中华万年历、造、豆果美食、闪萌。感谢网媒支持：中青网、凤凰娱乐、新华网、北青网、环球网、国际在线、中国网、千龙网、粉丝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猫扑娱乐、新浪湖南、大疆网、红网、大众网。
侦探再度集结。神秘嘉宾，敬请期待《明星大侦探》第5季，每周5中午12点，芒果 TV 全网独播。